大家好，我是胖叔，一个球迷，也是一个金融分析师。今天我们来聊英超青训哪家强。首先告诉大家两个好消息啊，一个是终于到国际比赛中了，曼联不用丢分了。第二个好消息呢，胖叔被迫续费的特效9月8号就要到期了。那朋友们，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上特效，观众在上嘲笑。我特效加的少了，弹幕都说看不出来，看不出来。我特效加的多了，弹幕都说什么时候过期，什么时候过期。不用问了，朋友们啊，本期视频就是最后的狂欢。想看刮风下雨、艺术字还有爱心的朋友们，希望大家把握最后的机会。那今天我们顺着 PSR 的话题继续聊啊，填以前的坑。在 PSR 的第一期英超豪门没钱了的视频里，胖叔谈到这个下窗豪门的支出都在削减。那现在下窗已过，我们可以看看过去10年英超6强的转会净投入总和。蓝色呢是带上切尔西的，绿的是刨掉切尔西的，省得切尔西污染我们的数据。那无论带不带切尔西，2024年的净投入都是10年最低。过去10年平均每年6强要净支出5亿转会费，今年只花了1.5亿元，只有均值的30%。那在 PSR 的第二期 PSR 与英超巨人的热力对决里，那胖叔已经解释了转会费和工资对 PSR 的影响，没来得及看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同时还提到青训基建和女足的支出是可以从 PSR 的支出里面刨掉的。那换言之呢，俱乐部花的钱有2种，一种是看得见的钱，一种是看不见的钱。看得见的钱是面子，比如曼联在转会市场1亿买东子，1000金买马古，倍儿有面子。那看不见的钱呢是里子，比如基建、青训、女足都属于长线投资，流量不高，媒体的曝光度也少，但是妥善操作呢可以形成正循环，反哺财政。举个例子啊，后台很多红军球迷都问胖叔一个问题，利物浦的钱都去哪儿了？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利物浦过去10年的转会净支出。红色是利物浦，蓝色呢是6强的平均支出。大家可以看到，过去10年除了18年，有9年利物浦的转会净投入都是低于6强的平均投入的，其中更是有4年净投入为负，包括今年的夏天。那这几个窗口里，利物浦的钱去哪儿了？那实际上，利物浦在过去10年有3次大的基建工程，恰好就是转会费为负的这几个窗口。16年扩建了安菲尔德，座位从4万个扩到了5.3万个。19年建了一个新的现代化训练场。再就是24年现在正在进行的看台扩建项目。那实话说啊，球场扩建对我们海外球迷来讲是看不见的钱，无关痛痒，但是当地球迷却会十分热心。油管上还有利物浦球迷每天用无人机拍摄建设的进度。这段呢是24年9月4日的进度，我们红军球迷可以看一看你们的新看台啊，很漂亮。那利物浦老板抠不抠呢？抠。就算算上基建，这投入也与利物浦的地位和盈利不符。但利物浦是不是抠的毫无规律呢？不是。很显然呢，利物浦每年的预算大约是6000万。那你这钱俱乐部要不然拿去搞转会，要不然拿去搞建设。那有朋友就会问了，基建的钱不是不算在 PSR 里吗？那为什么不能又搞建设又转会呢？那的确，小孩子才做选择题，成年人当然全都要。问这个问题的一听就是车迷或者是城迷。那不过关于基建的话题呢，就此打住了。今天是来聊青训的。至于6强基建的策略异同，以及热刺、皇马和阿森纳修球场之路，还有为什么老特拉福德屋顶都漏成瀑布还不修，这一些话题呢，就等本期视频点赞到5000，胖叔就会在新视频专门为大家讲解。希望大家给我点赞、评论，一键3连，谢谢大家的支持。那说到英超青训哪家强啊，就要看评判标准，你是比历史、比名望、比产量，答案都会不一样。那我们今天选的标准呢，就是冠军。那虽然克鲁伊夫说过啊，青训不应该在乎冠军，但是现如今冠军的地位是越来越重要。比如这赛季，你只要采访问腾子为什么曼联菜，腾子就会说曼联2年赢了2个冠军。那说到英超青训的冠军呢，首推青年足总杯，也叫足协青年杯。那想必关注青训的朋友们都不陌生啊，曼联赫赫有名的92班，梦开始的地方就是92年的青年杯冠军。那实际上不少球星的初舞台也在青年杯的决赛，比如现在我们的加纳乔、帕尔默、福登、萨卡，还有今夏6500万转会热刺的索兰克。那我们就来看一看2000年来24个青年杯的冠军，可以简单的划分成为3个时期。00到09的这9年间呢，是群雄逐鹿期，这9年有7个不同的冠军。而10到18的这9年间呢，毫无疑问就是切尔西 U18 的统治时期。这9年切尔西8进决赛，7次夺冠，其中还有一个5连冠。那如今曼城在英超也在冲击5连冠，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彼时切尔西 U18 的统治地位。而最后一个阶段呢，是曼城接管的过渡期。在切尔西统治时期的末端，曼城已经悄悄地赶上来了。14到17年间3次决赛饮恨，
19年输给了利物浦，最后终于在20年击败了老冤家切尔西，宣布更新换代。那看看这段历史啊，就不难发现，青训以前可能是拼历史、拼教练，那现在游戏规则变了，就是拼钱。为什么早期群雄争霸，中期却是蓝军一枝独秀呢？那因为阿布02年入主了蓝军，在青训的投资、场地、教练、球探，还有青训待遇前后加起来，据说超过了10亿。那这些都是看不见的钱。大约5到6年后呢，投资就初见成效，切尔西就开始统治青年杯了。那为什么到了后期又是双龙戏珠呢？那是因为中东资本08年入主曼城，光是基建就花了7个亿，孩子青训录取就送你一个价值1000镑的青训新手大礼包。青训待遇好的，连弗莱彻和鲁尼都把自己孩子送到曼城青训了。那曼城同样是大约6年后开始初见成效，和切尔西并驾齐驱，甚至略胜半筹。所以要说英超青训哪家强，从冠军来看，10到18年是切尔西，现在呢是曼城。那有朋友会说了，曼城哪有切尔西当年的统治地位啊？14到17年都被车子干成3亚了，这还能吹？亚军怎么了？曼联过去2年有2个冠军。但说起实力，哪个不是竖起大拇指夸联赛双亚的阿森纳是美丽足球？你无论是哪行哪业都不能看不起亚军。你比如日本影视行业的方扎榜单，不知道我要说什么的朋友呢，大概率这段你可能不会想听，那请你跳到30秒以后咱们再见啊。胖叔别的优点没有，就是快啊，30秒之后再见。那么留下来的老司机们，我们来看一看过去5年的方扎年度销售冠军，有2次是河北选手。但是你要说谁才是行业一姐，哪个不是竖起大拇指夸三上老师德艺双馨？虽然19到21年3年连续亚军，一度被赐外号三上又亚，但三上老师不还是补时绝杀，在23年力压河北选手夺魁吗？不好意思啊，有点激动。那主要呢是之前有粉丝说三上老师作品实用性不强，还有什么胖叔只会尬吹三上老师，还有说三上去年的冠军是靠退役的话题度什么的。一看给你洗漏哟，5年4进前3，我家姐姐有多努力，你知道吗？那么不过啊，方扎的榜单呢也是有争议的啊，比如说他只收录了实体销售，没有网上的销售量。当然，最大的争议呢就是没有把三上老师排在第一。好了啊。欢迎快进的粉丝们回来，我们继续下一话题。那胖叔选了几场青年杯的决赛，邀请弹幕的朋友们一起来玩一个抓虫游戏，看看大家能从名单里找出多少日后的明星。客随主便呢，我就先选一个曼联 U18 2011年的冠军赛。我们看看比赛名单啊，大家有认识的呢，可以在弹幕里留言。那眼尖的朋友应该很快就见到了博格巴、林加德。那还有这个约翰斯通、迈克尔基恩，谢菲联这边的3号呢是曼联的老队长马奎尔，而曼联当时阵中的最大明星啊，当属10号的莫里森，曼联球迷应该都很熟悉啊。据鲁尼后来回忆，莫里森的天赋在同期的博格巴、林加德里面完全就是鹤立鸡群，这哥们队内训练的时候1分钟穿了维蒂奇3次裆。可惜后来莫里森因为个人原因呢，职业生涯陷入了挣扎。说到这儿呢，鲁尼就提到了福格森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人生中最难的事情就是每天都全力以赴的工作，无论你才能如何，只要你每天全力以赴，在哪行哪业都会成功的。没错，只要努力，三上又亚也一样会成为冠军。爵爷诚不我欺。不过爵爷的鸡汤呢，也需要与时俱进了。爵爷说每天都要全力以赴，卢克肖说的确要全力以赴，但不是每天。5年合同，只要在最后1年全力以赴，一样事半功倍，高薪续约，屡试不爽。更多关于卢克肖的职场小秘招请参见着作锁定财富的惊天密码，希望大家喜欢。那我们再选一场决赛啊，弹幕想看哪一场呢？好，那咱们就选一个16年切尔西和曼城的决战紫禁之巅。那我们看一下比赛名单啊，大家有认识的还是可以弹幕留言。切尔西的阵中呢有查洛巴、芒特，还有现在米兰的中后卫托莫里。鸭脖也是咱们的老熟人了，这赛季从罗马刚刚租借到米兰，和他的老同学托莫里重逢了。而托莫里这里显示是加拿大国籍，他是出生在加拿大，现在已经选择代表英国出战了。可惜他选择了英国，英国选择了马奎尔。南门为何厚此薄彼，我是不太清楚，有球迷知道的可以在弹幕帮我们解释一下。而芒特呢，后来一路成长成为了切尔西一哥，现如今呢人去了老特拉福德，把健康留在了斯坦福桥，真是不负如来不负卿。曼城的阵中有青训3杰之2，布拉辛迪亚斯和桑乔，前者效力于皇马，后者效力于曼城的军情七处。潜伏曼联3年，把曼联从第2带到了第8。同为3杰，迪亚斯能够首发进球，桑乔却只能在64分钟替补出场，这是为什么呢？那主要是青年杯的决赛呢，有曼联的球探会到场，桑乔同志怕身份暴露，
不敢首发，一直等到曼联团队下半场都看睡着了之后，桑乔同志才敢现身。那关于男搜查官桑乔老师的卧底故事，欢迎移步我之前的视频。没官宣去切尔西之前呢，视频断言切尔西6-2锋芒太露，桑老师要紧急到切尔西就地潜伏。如今一语成谶啊！希望大家给我点个赞。那看完这几场比赛的名单呢，大家也许会感觉青训可真是一本万利，好的你留着自己用，别的你卖掉还能筹一些转会费。但其实青训是一个回报比极低的投资。首先啊，青训的成才率实在是太低了。我们选的是英超青训金字塔尖般的存在。两方加起来20多个球员，我们认得出来的也只是凤毛麟角。这可是16、17岁和博格巴、芒特他们在一个更衣室洗澡的球员，有的现在在英甲、苏超，有的甚至连维基百科的页面都没有，已经不踢职业了。那有一项调查说啊，8岁的青训球员最终能踢上职业一线队的概率是5%。而切尔西的数据说，早期的青训，他们基本是每350到400个人里选一个，而实际上，就算你通过了层层筛选，到了16、17岁，站到了青训的顶点，你一样可以功亏一篑。那其次呢？青训的投资回报期太长了，大家别看车程投资6年就能统治青年杯，但是青年足总杯和反哺一线队完全是两个概念。早期的曼城和切尔西都在转会市场一掷千金建队，没有空间留给 U18 毕业的球员。正如克鲁伊夫所说，你18岁的孩子要拿什么跟30岁的职业球员竞争一线队呢？彼时的切尔西连年轻的萨拉赫和丁丁都留不下来，那你就更别提阿科和索兰克了。那车程的青训现在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但整个投资周期跨越了15到20年。19年的时候，仅仅是5年前啊，瓜迪奥拉还在被质问为什么球队不给青训机会。那时候他的回答是因为我们曼城要赢冠军。而车子在18年前后直接在内部决定停止对青训的投资，因为投资回报太低，周期又太长。那毕竟我们切尔西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嘛。于是在18赛季的切尔西没有一个青训获得一线队的首秀，而主教练萨里甚至没有去看过哪怕一场青训的训练或者比赛。然而人生如戏，切尔西被判了18个月的转会禁令。青训呢，在兰巴的领导下起死回生，19赛季有8个青训迎来了一线队的首秀。时至今日，切尔西青训不仅反哺了自身的一线队，还把5大联赛的一线队都顺便反哺。光是2023年的夏窗，切尔西卖芒特、齐克、奥多伊等5名青训就入账1.2亿，曼城也是同理，并且这个趋势还在延续。所以我们回到 PSR 第一期的问题，为什么曼城转会支出可以是负数？为什么切尔西可以花2亿多买人？因为这2支球队都在过去10几年来投资了10亿以上看不见的钱，并且熬过了漫长的投资周期，终成正果，反哺一线队成为了看得见的钱。这种青训模式不仅其他球队无法复制，甚至改变了足球的青训生态。那至于有朋友问，在阿布和中东的早期投资时期是否存在有争议的行为，答案应该是有的。那切尔西有18个月的转会禁令，曼城现在也面对115项的指控，但无论我们如何追究15年前的行为，都改变不了二者现在都是一线豪门的事实，并且他们都形成了生态闭环，财政无比健康，木已成舟。那毕竟钱总是高于规则的，但是财政已经说得够多了，青训呢不仅是钱，更多的是情怀。我们看看这个夏窗的告别，加拉格尔6岁就在切尔西了，小麦克更是在曼联22年。人生能有几个22年？就像克鲁伊夫说的，青训这些球员来的时候只是个孩子，在俱乐部长成了男人，他们与俱乐部以及球迷的感情是血浓于水的，这些是转会市场买不来的。因此撇开财政争议不谈，车程大力投资青训，总归还是给了更多孩子追梦的舞台，也给了我们球迷一个见证福登和里斯詹姆斯们梦想成真的机会。那大家注意到，胖叔多次提到了克鲁伊夫，那聊青训就绕不开克胜。球迷都知道，哈维和瓜迪奥拉都说，要不是有克鲁伊夫，他们都踢不了职业。因此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克胜在乎技术多于身体，甚至引申到了西甲高于英超等等等等。但实际上我们看一看克胜的采访，他多次强调，一个球员最重要的不是身体，也不是技术，甚至不是天赋，而是 character， 这个球员的品格。他说足球很公平，你投入100%就会得到100%。当然每个人的100%有多高是要看天赋，但是你想投入50%获得100%是不可能的。克鲁伊夫就聊到他在巴萨搞青训的时候，一个右边锋不爱回防，克鲁伊夫就让这个人打右后卫，然后偷偷的告诉前面的右边锋不要回防。那这个人不到1个月就来抱怨，说我前面的边锋不回防，我一个人防不过来。克鲁伊夫就说没错，你就是这样的右边锋。从此以后这个人就好了。还有一个年轻球员停球不好，跟他说他也不上心，于是克鲁伊夫办了一个公开训练赛，邀请球迷来看，专门就练停球。那这个小年轻就一直在失误，没过多久就被自己的球迷嘘，很快他也改了。克鲁伊夫在荷兰执教的时候呢，他记得有一个球员踢左后卫，弱视角很差，他跟那个人就说了1次，从此以后每次训练这个人就会自己早来1个小时，找个角落练弱视角。
好几个月从不间断。后来在荷兰踢巴西的时候，这个人的弱视角还进球了。那这些道理说穿了都很简单，但难的不是克胜的这些执教小技巧，难的是球员有这个 character 可以做出正确的回应。那曼联时期呢，伊布跟卢卡库说，你停球太差，我跟你打个赌，你能停好一次球我给你50块。卡库就不开心，最后就没赌。而滕哈赫采访的时候呢，说桑乔训练加强就可以回到我们首发阵容，桑乔直接发社媒说别听他胡说，我训练表现好得很。之前有朋友留言说东子的数据不如桑乔，该走的是东子，不是桑乔。那我们不谈数据，单论 character， 东子和桑乔我永远站东子。东子来的时候呢，被批评是单体马，我人不在卡林顿，我当然不知道东子有没有像之前提到那个荷兰球员一样自己在练弱视角，但是他在比赛中对右脚尝试的增多，以及他去年杯赛对利物浦的右脚进球，我们球迷都是看在眼里的。那当然了，胖叔的心里要住很多人，东子不可能靠对利物浦的一个进球在我心里免费住到地老天荒。屏幕前的东子，你在全 B 站可能只剩我一个粉丝了，你在我心里住了这些年，也是时候该交房租了。你在这赛季开始前采访说这赛季一定会有很多的进球和助攻，你一定要说到做到。好，那今天就聊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支持。这期要说的话有点多，我的视频做的有点长，谢谢大家能一路看到这里，希望大家给我点赞、关注，一键3连，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次再见。